补充一点，就是沙特对美国的火气大了啊，但是憋了好多年了。我忍你很久了。是忍你很久了，因为这个其实原来呢，伊朗其实挺困难的。你看那个80、90年代有20年时间，伊朗是非常困难的，油价低迷没钱。然后呢，沙特啊、美国啊、以色列扶植那个萨达姆打他2亿战争，死了很多人呐。那个政治上也孤立啊，军事上有压力，然后经济上很可怜。到了本世纪啊，21世纪一下活了，而且我觉得全部都是美国帮忙，知道吧？美国呢不知道什么战略动机啊，我个人觉得就要你是研究美国就整我们中国，因为中国01年开始就是石油进口超过1000万吨，对，他觉得这可以拿你一把啊，然后石油价格啊没有道理，就没有任何道理，市场上那个每一天供给是均衡的，但是竟然从00年的12美元一桶涨到07年的147，12倍半。这从市场角度是没有道理的啊！我觉得是战略操作整我们，结果呢人算不如天算，我们没整着吧，把伊朗给养活了，是吧？伊朗一下就是咸鱼大翻身了，有钱了。对。然后他又傻乎乎又把他那个地区对手萨达姆给干掉，把那个然后干掉完了吧，他搞中东大民主，去那个伊拉克选举，对吧？然后一下伊朗势力全盘皆活，所以竟然出现了他们叫什叶派新月带，是吧？对。从波斯湾。到那个地中海，没错。盘活了。我觉得沙特晚上肯定都是天天在诅咒美国，还有傻到这个份上的啊，把他1000年的对手给养活了。对，而且他们说，在这个石油的供给上，这个伊朗一直保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？就是我少产油，保持它的高价位，而沙特是我绝不减产。反正油价低了，我能拉垮伊朗。然后这个时候，俄罗斯也不干了。俄罗斯说：“你这油价现在都低到了这个份儿上了，我这个经济也搞不活呀。”就不光是伊朗的问题，所以说，油价涨起来，您刚才谈到了一个是宗教之间的这一种派系的斗争，还有就是谁当地区老大的问题。然后但是也有人讲到说，这也是一场石油的战争。我感觉这个特别的明显，为什么？就是俄罗斯出兵叙利亚。很多人都是说他支持巴沙尔等等等等，但是我就感觉他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不是沙特，就是也不是油价，要防止东地中海的天然气开发能够向欧洲出口。如果是这个大量的这个天然气储藏向欧洲出口的话，俄罗斯向欧洲出口的这个就会面临强烈的竞争，它就没有砝码了，它就没有砝码，而且现在整个的俄罗斯经济预算的50%要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，那么整个的出口的70%，那又是油气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它必须要在这儿打一仗，让这个地区充满冲突。东地中海的天然气不能向欧洲出口了，这才是它的要的根本。而且在这个沙特和伊朗的他们的这个混战之间，其实也有这个因素，也不是石油的问题，也是天然气的问题。因为原来这个卡塔尔希望通过伊拉克，通过沙特，然后到土耳其，到修建一条到欧洲的这个管道，但是这个伊朗支持这个叙利亚要打掉这个项目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双方都是要争夺欧洲的巨大的天然气的市场，来为自己赚取更多的钱财。所以说，整个的现在不仅仅是为了油价能不能上升的问题，天然气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。于谦，我插一个嘛，就俄罗斯好像在主动请缨，说我来协调沙特和伊朗，这可以。但是我感觉这事也很因为我就说美俄都不希望这2家最后打得像驴子闯进了瓷器店，把这个中东已经够乱了，因为现在。中东对大国来讲，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当务之急是把 IS 在叙利亚、在这个伊拉克的有形的根据地给端掉，对吧？因为这些人就拿炸弹已经炸到他们本国去了。那么下一步才是你们之间谁当地区老大的问题，对吧？从美国来讲，他战略收缩，他尽量赶紧这边看中国，不让中国这边快速在南海、在东海搞事儿，对吧？那么俄罗斯来讲，他好不容易说经过这个过去几年，特别去年1年的博弈。拉起了一个从贝鲁特到大马士革到巴格达到德黑兰到萨那，这样一个5、6国家政权的一个什叶派之湖，这是苏联解体以后第一次俄罗斯人在中东真正拉起了自己的队伍，这是改变地缘格局的。对俄罗斯来讲，这是局部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优势，一个胜利，对吧？他今年的这个最要重点之一就是要主导叙利亚问题的和平解决，这是。等于说美国、欧洲都得跟着俄罗斯跑，没办法，他因为在这个地方局部来讲，他形成了优势，
但是沙特跟伊朗要这么闹起来的话，它有可能导致这个局势的更加混乱，而使得它已经赢到怀着筹码，忽悠又跑一半。